100块马币在我们马来西亚可以做什么嘞？可以打满1辆 MyV 的油，还是可以去高级的 cafe 吃好一点的 brunch？ 如果我跟你讲，在我们的国家，100块马币就可以买下一条人命，你相信吗？在2024年7月的时候嘞，马来西亚就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新闻。一个名字叫伊莎的印裔女网红，她就因为上网 po 文揭发了一个美容产品里面有水银的成分，而遭受了大量的网络霸凌，最后就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Aisyah 29 tahun dilaporkan meninggal dunia Jumaat lalu akibat tertekan selepas menjadi mangsa buli cyber. Suspek berusia 35 tahun yang ditahan di Bukit Beruntung direman 3 hari untuk siasatan lanjut. 面对2项控状的男被告只承认犯下不当使用网络罪。根据1955年微型罪案法令的第14条文，把他一步步逼向绝路的施暴者，最后只是罚款了100块钱。Tak ada puas hati lah. Dia orang RM100 saja boleh keluar jamin. Anak saya boleh dapat balik ke? Tak boleh kan? 100块就可以买下一条人命，这么低价的违法成本，这个就是为什么网络霸凌这么严重的最大主因。大家好，我是 Eunice YY， 今天低清不讲三字经，我们来假正经，正经的聊一个很沉重，但是每一个人，包括你跟我，都可能随时中招的一个课题。网络暴力。Cybersecurity is something we've got to really be concerned about because it is the weapon of the future. 别再让键盘杀人，全民对抗网络霸凌。根据数据，在全球网络霸凌的排行榜上面，马来西亚是高居第5名。在亚洲更是排名在第2，全球有195个国家，马来西亚是排在前5名耶，你们懂有几夸张吗？再看回 MCMT 的投诉数据，在2023年的时候有3737单投诉，再到隔一年7月的时候，直接飙升到5355单。如今随着社交媒体用户的增加，导致每年网络霸凌案件数量上升。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一个以热情、友善出名的多元种族国家，一上到网络世界就变得这样 toxic？ 如果你以为网络霸凌是这几年才有的事情的话，这样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其实早在2000年代初的时候，登嘉楼州就爆发过了第一单的中学生被 SMS 骚扰的霸凌案。只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霸凌的战场从 SMS 转移到来现在的 Facebook、WhatsApp、TikTok、IG 等等，其中 Facebook 的投诉量更是长期拿冠军。Facebook 的网民真的是很可怕，阿弥陀佛。那些在网络上疯狂问候别人老母、祖宗18代，甚至诅咒别人去死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是变态杀手咩？心理学研究就跟我们讲说，正好相反，这些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就是在茶室排队连大声讲话都不敢的普通人。这样为什么会上到网就变了样呢？原因就几个。第一，匿名性，开一个假 account 就可以躲在后面，这一种匿名性就给到他们一种不用负责任的安全感，加上他们看不到受害者的眼泪和表情，更加不可能会产生任何的同理心。第二，替代性权利补偿。讲直接一点，这些施暴者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都是在学业或者是事业上失意的人，他们跑到网上乱骂人、乱带风向，就可以得到一种虚假的权利跟掌控感。他们骂你不是因为你多坏，而是因为他们把不满意自己的特质投射在你的身上。第三，也是最黑暗的一点，施虐癖。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黑暗人格3特质：马基维利主义、自恋跟心理病态。而网暴者最明显的特质就是施虐癖，这是一种透过带给别人的痛苦中获得纯粹快感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讲说你越痛苦我就越开心。将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呢，有一些网民就发展出了一种很可怕的心理，就是错误的正义感。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集体主义，很喜欢给波，什么都关他们的事，更喜欢替天行道。这样当网络上出现什么争议的事件的时候呢，这些网民就会拿着伸张正义的名义，集体去人肉搜索、洗版出征。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啦？从发表意见到恶意攻击，这一条界限到底是在哪里？很多施暴者都自以为是正义的使者，用他们所谓的道德标准来制裁那些有错的人，可是他们却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手段有多么的残暴。我刚才讲的这些都还算是活生生的人，有情绪的网民，但是在这个时代最恐怖的网络暴力是没有情绪的。这里就要带出我要讲的第3个核心：言论的商业化和网络水军。你们真的以为每一次的网络出征都是网民自愿发起的吗？ No No No， 在网络世界里面，不管是政治圈还是商业圈，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带风向的这一盘生意。There's these things called troll farms. What it is they have these places where there's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accounts. 很多时候在 comment 区用最恶毒的字眼骂你、洗版你的人，其实根本都不认识你，也不讨厌你，他们只是在打一份工，可能留下一条恶评就可以赚个50 cent， 可以赚个1块钱。但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假象。我们这个它虽然是机控，但是不是机刷，然后你有自己的监督团队。那一台机子里面多少个账号啊？自己去切的话只有5个。5个账号就相当于你这一个工作室里面有100人。对。那你现在技术人员8个人控制100人。当他们用几百个假account疯狂攻击一个网红、一个公众人物或者是一个商家的时候，就会制造出一种羊群效应。那些原本没有什么想法、保持中立的普通网民，看到全部人都在跟着骂，可能也会跟风，踩多2脚，骂多2句。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的大脑会偷懒，放弃自己想，然后跟着大部分的人做一样的事。And they're posting things that are really stupid. They're posting things that are ridiculous conspiracy theories. 这个就是水军最可怕的地方，他们用虚假的仇恨引爆了一场真实的网暴。下次当你在 comment 区看到一面倒都在骂一个人的时候，不如先停下来想一想，你看到的民意是真的民意，还是别人花钱买回来的剧本呢？不管是单纯的情绪宣泄，还是水军操作，被这一群人盯上的代价是不小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就很恐怖了，因为他们讲到在马来西亚，每10个年轻人当中就有3个是网暴受害者。学生被霸凌到不敢去上课，成绩一落千丈，长期下来，受害者还会患上心理疾病，比如失眠、抑郁、焦虑等等。这些心理压力甚至会变成生理症状，比如一直没有原因的肚子痛啊、头痛等等。其实网暴是没有门槛的，在网暴者的眼里更加是没有年龄底线的。网络霸凌已然成了当今社会一种常见的行为，并且已经蔓延到了儿童当中。就在我们录制这一集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件网络霸凌的事件。一个6年级的小朋友因为年头的时候出了一首新年歌而爆红。这一首由斑斓华小推出的新年歌《新年喝不完》，最近呢在网络上疯传。不少网民被张帮嫌给圈粉，参与拍摄的40名学生大多来自学校的歌咏队。当时候大家都称赞他有才华，很可爱。最近就有一家店找他做业配，这个本来是对一个小孩子的才华的一种肯定，但是在网暴者的眼里就变成了一种罪。业配影片一出 ，comment 区就瞬间沦为了成年人的集体屠宰场。这一群网暴者对这个才12岁的小孩子发起了很过分的人身攻击，嘲笑他的长相，羞辱他的商业价值，甚至用很肮脏的字眼去诅咒他。为什么新年歌可以，但是业配影片就不可以嘞？在这些网暴者的逻辑里面，就是我可以看你表演，但是我不能看你赚钱，我就是不能看你比我厉害。他们就是透过霸凌一个小孩子来平衡自己内心的自卑。就连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代表国家去参赛的脚车选手沙菲道斯，在比赛失利之后，也被网民用极度恶毒的字眼去疯狂攻击。网民就分成了2派，一派就是去洗版、集体出征、撞倒沙菲道斯的日本选手。但是同时间又有另外一派的网民去用非常难听的话去指责、攻击沙菲道斯表现不专业，浪费国家资源。
网络霸凌最绝望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数位足迹。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被打，伤口还会慢慢变好，但是网络上的恶毒言论是永远流传的。这一种伤害是持续性的，没完没了，就是一直会阴魂不散的让受害者长期笼罩在阴影当中。反霸凌法案今天在国会3读通过，接下来将会到上议院闯关。法案也说明了霸凌的法律定义，只要是故意针对受害者并造成身心伤害，以及网络霸凌等等，都能构成霸凌罪。一旦罪成，霸凌者最高可被罚款5万令吉，或者坐牢不超过2年，或者两者兼施。政府现在在推动新的反网络霸凌法案。法律才刚慢慢开始跟上，这样如果我们普通人遇到网络霸凌的话，记住以下几点：第一，物理隔离，切断伤害，千万不要去回应那些网络喷子，因为他们最渴望的就是得到你的反应。冷处理永远都是最高级的反击，你可以直接开启隐私限制、留言过滤，一发现不对路，马上 block， 马上 report， 这是你的权利。第二，收集证据。如果你被恐吓、侮辱，马上 screenshot 起来，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去到 MCMC 的网站 submit online report。如果是涉及到生命威胁的话，直接去到警察局备案。第三，心理重塑。我们自己要分清楚，网络上那些讲你的坏话，不代表就是真实的你。如果你觉得撑不住了，可以找身边的朋友聊聊天，也可以去找 Befrienders Malaysia 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在影片的最后，我想对正在经历网络风暴的你讲几句话。被骂、被讨厌、被攻击，这绝对不是你的错。要记得，你是一个活生生有温度的人，跟网络上那些冷冰冰的 comment 不一样。至于在屏幕前的我们，在按下留言或者是发送之前，不如先停下来问自己3个问题：这一句话是事实吗？这一句话是有必要的吗？如果面对面，我还敢直接跟他讲这一句话吗？如果答案都是 no， 或许你可以选择沉默。好了，今天我讲了这样多，现在就到我把麦克风交回给你们。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有没有曾经因为一时的正义感或者跟风而不小心成为了网络霸凌的帮凶？如果有一天你身边的人被网络霸凌，你又会选择怎样帮助他嘞？我们一起在留言区理性讨论。记住，停止网络暴力不只是为了救人，也是为了守护我们自己的网络世界。我是 Eunice YY， 这一支影片献给每一个在网络世界里努力保持善良的人。把影片share出去，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